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俗话说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而在相学里，眼睛的地位也十分重要。现在很多年轻人为了追求美观和桃花运，都愿意把自己的单眼皮变成双眼皮。但相不独论，单双眼皮的命运好坏，主要在于个人的选择与其匹配性。所以清晰自己的个性，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事业与和生活，面相的特征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来。那么单双眼皮都各有哪些性格和优势劣势呢？一、双眼皮。双眼皮的人一般待人真诚，为人有胆识，有个性，办事高效，具有多方面才能。同时他们还有一定的艺术天赋，思维偏感性，能够善解人意，所以通常人缘不错，经常能够得到贵人相助。但他们的缺点是做事3分钟热度，容易半途而废，并且缺乏耐心，极易冲动行事。在财运方面，虽然他们事业心较强，求财机会多，但要注意多学习理财知识，不要挣多少就花多少，这样才能慢慢积累财富。二、单眼皮。单眼皮的人看待问题偏理性一些，在做事前，他们通常会计划周全，从而步步为营，稳扎稳打。同时在财运方面，由于他们的消费观比较简单，通常不会深陷于现代的消费陷阱之中，所以他们会合理安排资金的花费，从而积累到不少财富。但要注意的是，单眼皮的人有时候会显得过于谨慎，以至于不近人情。在感情方面，不要一直被动，要在恰当的时机把握机会，这样才不会白白浪费掉桃花运。一、单眼皮小眼睛。单眼皮且眼睛细小的人性格内向、保守且谦逊，对工作的态度坚定并具持久力，做事头脑冷静，很细心，有主见，积极而主动，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常常是稳扎稳打，步步为营。做事之前总是先计划好，然后按部就班，从来不会操之过急，会有大胆的冒险计划。但有时自我意识太强，不太容易听取别人的建议。二、单眼皮大眼睛。这样的人做任何事情都很专注，性格开朗随和，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去做，就不会轻易的放弃，会坚持到底，尤其是对工作和感情方面更是执着。这样眼睛的男人性格不错，但是他比较喜欢去一些娱乐场所，不过不要担心，他不会沉溺其中。三、单眼皮且上眼睑浮肿。眼睛不论双单眼皮，最重要的是眼睛要有神采，而且黑白分明，这样的眼相便是吉利的。但如果眼睛是单眼皮且上眼睑浮肿，这样的人不论男女，皆代表其性欲较强，遇事容易冲动。四、单眼皮且睡眼。有些人的眼睛常常如睡觉或喝醉酒一样，全无神采，称之为睡眼。如果单眼皮再加上是睡眼的话，其人做事因循守旧，决断力弱，一生难有大成就。男人有这种眼易犯桃花劫，女人有这种眼则易堕落风尘。五、单眼皮且上眼皮严重下垂。左右两眼皮皆下垂的人很难捉摸其真心，生活多变化，一生起伏不定。对女性而言，具有这样特征的男人是个有无比魅力的人，对于自己所喜爱的女性，无论在性或金钱方面，都要让她得到充分满足。三、眼皮一单一双。这类人不轻易表露内心真实想法，对于工作和人际交往时有抱怨。对于感情问题，这类人的抉择往往出人意料，喜欢标新立异，总有新奇的举动或者想法，不甘于墨守成规。婚后可能因妻子或丈夫无法满足其欲望而感到不满，喜欢追求变化或刺激。左眼单右眼双的人表面看着安静，私底下还是很活泼开放的。如果男性生有此眼型，对待女性的态度会很温柔，不过也许这种温柔不只体现在一个人身上，
也有拈花惹草之风险。左眼双右眼单的人乍看上去比较冷淡，不容易沟通，但是一旦真正喜欢上一个人，就会乐于奉献己身，竭尽所能体现着温柔，让对方满足感倍增。4. 多层眼皮，既非单眼皮也不是双眼皮，而是眼皮有多层的人，不喜欢半途而废，也不喜欢受到束缚，对美的事物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，容易对异性献身，性欲很强，尤其是眼珠大者。多层眼皮的人比较滥情，容易情恶，多是情绪化的人，脾气也是较为急躁，但因为个性开朗，所以人际关系较好。若是上眼皮多层，是感情丰富，易感动而流泪之人。若是下眼皮多层的人，个性比较会傲上，不是属于忠心的部属，要小心被主之奴。三眼皮的人一般性格外向，心地善良，做事刻苦勤奋，所以他们在文化上有一定的自我追求。这类人在自身的努力和文化的积累之下，通常能够得到一份稳定的工作，从而获得一份平顺的财运。但此类人一般由于过度求稳而不善投资，容易因优柔寡断而错失财富。5. 内双眼皮，眼皮内双的人一般洞察力敏锐，有一定的判断能力，注重细节并善于把握，性格中有外冷内热的一面，所以在感情上他们通常过于内敛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在工作中，这类人通常耐心细致，能够高效完成工作任务，同时他们与同事之间的关系融洽，从而多能得到同事的帮助，并且他们善于理财，既大胆又谨慎，会采取适时的风险投资。所以在财运方面，内双眼皮的人一生财运稳定，不会为了钱财而发愁。6. 眼皮内凹，上书有提到，眼的四周若然凹陷，使得整只眼睛像藏进去一样，这样的人做事比较缓慢，很仔细，常常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，有很强的洞察力。另外，这样的人办事很冷静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三思而后行。但是眼睛凹陷的程度不同，也表明此人的个性不同。眼睛微微下陷的人一般廉洁自律，内心世界很坦白，是人们常说的谦谦君子。眼睛特别深陷的人警戒心理强，不善与人交往，往往是一个孤独者。此外，眼睛内凹的人与家庭关系疏远，缺少亲情，比较自主独立，对于爱情有诸多的要求，并且偏于理想化，非常看重现实。眼睛凹陷的男性多为先天性的沉默者，是细言如金的典型，常可能因为不爱表达或不善表达而吃闷亏。像这样的人常会主动的去回避公开的演讲或辩论会，所以不适合当推销、业务、公关及客服方面的工作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通常婚姻生活不太顺遂。7. 眼皮外凸，眼睛外凸的人开朗乐观，善于交际，说起话来滔滔不绝，不容易保守秘密。他们性格比较激进，不达目的绝不罢休，有坚韧不拔的毅力，但个性急躁，脾气火爆，爱批评讽刺别人，凡事会争强斗狠。他们观察力非常敏锐，所以能注意细枝末节，并能看透别人的心思。双手也很灵巧，在技艺方面求发展，成功的可能性较大，但不适合做生意，且缺乏储蓄的观念。具有这种眼皮的女子多半婚姻不顺。眼睛凸露的人爱口出狂言，自我主义甚重，不喜欢听到反对自己的声音。若加上眼神凶险，为了打压别人，更会不择手段。眼睛凸、鼻孔仰的人个性强，容易惹是非，常遭歹运。眼睛凸再加上喉结很明显的男人，容易翻脸不认人。有一句话叫凸目无情，眼睛比较凸的人比较无情。当然，相不独论，眼皮的好与坏需要综合整个面相、手相、身相来综合分析。
对于面相，我们不能以一概之，只能以此作为参考。毕竟你的命运掌握在你的手中，只要你多修身养性，加强自身的运势，就会得到幸福。老婆的男人不仅出现在电影里，在生活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。其实许多男人说怕老婆，并不是真的怕老婆，而是他懂得疼惜老婆。那么怕老婆的男人有什么面相特征呢？下面大佬就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。眉尾下垂，如果一个男人眉尾下垂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性格比较温柔，待人比较温和，心地善良，脾气非常好，为人非常的富有同情心和爱心，乐于助人，在生活中是个典型的老好人形象，做事灵活，能屈能伸，懂得变通，在事业方面往往能取得一些成就，但是在性格方面稍微有些怯懦，不论妻子多么任性或者是无理取闹，都能够包容。老婆可以说是言听计从，有着很强的包容心，容易被人说成是妻管严。眉压眼，眼与眉最近，而眉又管着眼，如果眉压眼，能管着鼻最近的眼失去了力量，再让眉来管，那就有点远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也代表鼻子得势旺，鼻子为妻子，自然说明妻子性格更为刚强，处事作风更为凌厉，这种性格的男性也必定怕妻。颧骨低下，颧骨为权力之骨头，一个人的权力欲和个人威严，颧骨特别高重的男人一般控制欲非常强，为人非常的大男子主义，做事独断专行，听不得他人的意见和建议。而如果一个男人颧骨比较低陷的话，这种男人往往缺乏主见和魄力，个人能力比较低，并且胆子较小，缺乏上进心。婚后家中的大小事情习惯于让妻子做主，对妻子也是唯命是从，一生碌碌无为，没什么大出息。两仪清泉，相学之中，两仪主奴仆。本来古往今来的封建观念中，妻子多少有点像奴仆的意思，当然现在已经不是。如果两仪清泉，就是喧宾夺主之意，妻夺夫权说的也是怕妻的一种。眼睛一大一小，如果两个眼睛一大一小的话，这种眼睛在面相中又称雌雄眼。这种面相的男人一般比较聪明，内心也非常狡猾，但是个性方面喜怒无常，比较矛盾，内心的自卑感比较强，心思缜密，但起伏情绪比较大，为人比较的感性和主观，缺乏逻辑和管理能力，在家庭生活中比较畏惧自己的老婆，对老婆几乎是言听计从，不敢违逆。左眼小，有人奇怪了，凭这么一个就可以说这个男人怕妻，会不会太儿戏了一些？当然不会，一般生活中我们习惯于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这次我们不妨按这个思维下去分析。面相五官之中，大家都知道眼为监察官，但是很少人想过这个监察究竟是监察什么。自然是生活中的大小事情，人生中的决定抉择。这里边最实际也最近的就是监察这个鼻。鼻是什么？很明显就是财星七星。说到这里够明白了。而左眼小代表自己，说明自己先天能力不足，胆子不大。右眼可以视作为妻子，气势一疏，自然怕气，合情合理。葫芦鼻，所谓葫芦鼻是指鼻梁比较塌陷，但鼻头比较肥大，整个鼻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葫芦一样。鼻子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自信心和性格。长有葫芦鼻的男人一般性格比较怯懦，遇事缺乏担当，没有责任心，对自己没有自信，做事犹豫，总是前怕狼后怕虎，做事缺乏果敢，没有男人气概。个人在事业方面没有什么太大成就，在家中也以妻子的意见为主，缺少自己的想法。嘴巴小巧，嘴巴为出纳宫，代表了一个人对于外界人际关系的态度。
嘴巴大的人一般性格比较豪迈，为人正直。而如果一个男人嘴巴比较小巧的话，这种男人一般心思非常细腻，做事比较细心，口舌灵巧，善于说一些甜言蜜语哄骗妻子，但是心胸较小，爱与人计较，做事犹豫，缺乏魄力，并且为人非常的小气和抠门，缺乏上进之心，做事不够积极和主动，但是对妻子却非常疼爱，很能理解妻子的想法，对妻子可以做到处处忍让。须福佑，这个好理解，这就是男人都有胡须，如果看起来须偏向右生的多，则说明这人也怕妻。很简单，右为阴，往右生，阴重阳衰，阴代表女人，自然女人化事。眼尾尖长，眼尾尖长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的眼睛比较尖长，看起来给人很不好的感觉。而有此面相的人做人有点奸诈，对人也特别抠门，在生活上面很喜欢跟别人斤斤计较，没有足够的意志力，对于一些困难的事情总想不劳而获，常常也会因为一点小小的利益和别人闹得不可开交。这种人是没有福气的，而他之所以过得比较安逸，是因为他的妻子的帮助，全靠妻子在事业上对他的帮助，他才能有现在的场面。但是在家庭里都要看妻子的眼色行事，耳廓不突出。我们经常听到四川方言把耳朵，其实就是妻管严的意思。一个男人如果有这样的面相，就说明他在生活上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听从妻子，是一个非常怕老婆的人。但是这种人并不是真的怕老婆，而是对妻子的另外一种疼爱方式。他觉得只要家庭和谐，幸幸福福就好。除了上述面相特征之外，妻管严的男人还有以下几种手相特征：感情线伸长，感情线非常的长，感情线的尾端止于食指与中指之间的位置。那么这样手相特征的男人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视感情，非常疼爱自己老婆的男人。他们能够包容老婆的一切小任性和小脾气，能够时刻照顾和疼爱自己的老婆，也非常愿意为了一段感情付出自己的真心，能够完全迁就自己的老婆。所以在外人眼里，这种手相特征的男人是一个十分害怕老婆的男人，但其实在老婆眼里，他们的丈夫只是太过爱她。无名指比食指长，如果一个人的无名指比食指还要长，那么这样手相特征的男人是一个在生活中比较怕老婆的男人。他们在婚姻生活里会十分迁就自己的老婆，老婆说一就是一，老婆说二就是二，所以无名指比食指还要长的男人比较怕老婆。相反，如果一个男人的手相之中食指要比无名指长一些些，那么这样手相特征的男人则是一个比较自我，毕竟自信甚至有些自负的男人，他们的个性有些大男子主义，所以并不存在怕老婆的说法。拥有上述特征的男人，优点是能够尊重另一半的意见，也比较懂得如何温柔体贴，但缺点是这些男人可能会比较缺乏主见，或是在工作上会比较消极一些。不过仍要搭配其他五官一起参看，才能做更正确的判定。是以不同的宫位表示人生的成败吉凶，虽然各家的说法不尽相同，但大致上还是差不多的。第一宫命宫，又称为愿望之宫，在两眉间山根之上，也可以叫做印堂。一、命宫有悬针纹，个性偏激，易遭失败。二、丰隆光润，诸事遂心，尘凹不起，多谋少成。三、眉交连宫，背井离乡，不得妻利。四、眉亲质破，诸事坎坷，家财易破。五、命宫如果有疤跟文质相同，主28岁运程，两眉之间印堂偏上，若有痣，都做吉论，积得生福之象。第二宫财帛宫，就是鼻子，包括天仓、地库、金针、景造，主察财运。一、
明亮润泽，钱财有余，干枯瘦削，钱多耗散。2. 鼻直鼻正，一世财旺，鼻尖鼻歪，中年困顿。3. 鼻孔仰漏，难有基础，准易生智，皆主破财。4. 鼻子上有横纹的人，婚姻与事业易造成失败。5. 鼻子有利有势，一定发达，但是颜色发红，耗散甚重，发黑则官非横祸临身。鼻子生智，一生都耗财，点掉也无用。第3宫，兄弟宫，又称交友宫，居两眉，主交友运。1. 眉长过目，交友广阔，眉短而蹙，性急易怒。2. 眉浓如炭，性急粗鲁，眉淡如金，妻难靠夫。3. 两眉异样，异兄异母，两眉黄卷，兄弟蛇属。4. 眉断肢体损，兼有兄弟无情，没有眉毛主冲动。第4宫，田宅宫，位于两眼及上眼睑，主家业运。1. 经络点期，家业昌盛，赤脉侵经，须防急症。2. 两眼不一，难守家业，红丝缠经，家业耗尽。3. 凤眼高眉，父名乡里，眼昏眼浊，困顿难安。4. 上眼睑很窄的人，居住的房子容易有质量问题。田宅宫代表产业，就是指你所拥有的产物，有形无形皆算。第5宫，男女宫，又称子女宫，位于两眼之下，又称为泪堂，看子嗣运。1. 三阳平满，子孙昌荣，三阳枯陷，子孙无缘。2. 阴质细纹，天赐临子，慧若网状，子女飘离。3. 兼看人中，喜身勿忽，在神水星，吹火孤中。4. 男女宫有制，多为子女操劳制。12宫其实并不是独立存在的，男女宫包括泪堂、人中、水星、胡儿等，多不参看。第6宫，奴仆宫，位居地阁，看管理运。1. 下庭丰满，势力成群，口如四字，一呼百应。2. 地阁尖小，多被人抛，地阁凹陷，奴仆无力。3. 地阁歪斜，心多不满，地阁有志，常受水患。4. 下巴大不代表奴仆宫好，要配合颧骨高。第7宫，妻妾宫，又称为夫妻宫，就在眼尾。1. 光润无纹，妻权四德，丰隆平满，娶妻得财。2. 奸门深陷，多防妻妾，奸门生智，须防外情。3. 奸门晦暗，分隔两地，奸门克文，克妻行亲。4. 夫妻宫有黑痣，分隔两地，或是经常吵架，或者一方身体不健康。第8宫，极恶宫，是年兽位。1. 龙直丰满，福寿无穷，接连印堂，文章高明。2. 山根平平，运势低迷，年寿塌陷，切莫远征。3. 纹痕低陷，宿疾沉疴，枯骨艰斜，不免受苦。4. 寿上有骨突入结节者，一生事业或婚姻会有一次相当大的挫折。5. 鼻梁歪曲，脊柱也歪的，但3曲3歪的鼻子，亏心事儿做太多，以至于多生脾胃病。鼻梁歪的中年事业会有大的波动。第9宫，迁移宫，位居眉角，号曰天仓，以迁移宫的位置看阴阳宅的情况。1. 一马高广，做官游方，一马古龙，贵人颇多。2. 额窄骨陷，自幼离娘，额发低平，离祖无能。3. 一马有志，出行生祸，一马横金，祖闻水漾。4. 迁移宫低陷，出外无力，奔波度之。
5. 如果一马未生毒痘或者颜色发黑，能不出游则最好不要出游，出则事多悖逆。天庭和地格这些都和风水相关。第10宫官禄宫，为居中正，上合离宫，反映人的禄命官运。1. 中正隆起，不犯宫刑，中正凹陷，求官无名。2. 文破至亲，常遭横事，额角俊美，进官利民。3. 光阴无瑕，少年成名，坚固山根，方宝昌荣。4. 官禄宫塌陷的人，事业有严重的无力感，命运显得挫折与坎坷，易遭困难，多失败。5. 额头陷下去的人，通过正常的仕途做官，富在鼻，贵看眼，仅有官禄古城而无一双贵眼，不以极论。第11宫福德宫，位居天仓，牵连地格，看福禄之运。1. 天圆地方，福寿无疆，五岳朝拱，五福俱全。2. 天高地陷，早发中伤，两处接线，衣食不全。3. 隔圆额窄，初年苦厄，额圆隔间，困在晚年。4. 福德宫奸枭无肉的人，劳多获少，个性孤独，不易获得知音。第12宫父母宫，便是额头的日月角，主看父母的福祸吉恶。1. 高原明净，父母高寿，低陷晦暗，双亲恶难。2. 日角斜线，先防其父，月角斜线，母必有难。3. 额角奸枭，其人无情，日月高耸，父母双荣。4. 日月角低陷或凹凸不平的人，父母亲的缘分淡薄。节目中我们说到过，从面部特征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和命运，当然有些不可尽信，但却确实不无道理啊。相术有云，天庭饱满吃官饭，地阁方圆长大权。这里说的地阁方圆，其一就是指的下巴。那从下巴能够看出什么呢？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，请您动动手指点赞订阅，您的支持是我更新的动力。下巴之命运如何？下巴略凹，下巴略微内凹的人，性格温顺而有韧劲儿，做事认真而富有人情味，既能做幕后的策划者，又能做业务的先锋。这种下巴成功的几率非常高。下巴中间凹下去的面相多有艺术气质，他们大都感情丰富，生活也因此多姿多彩。尤其是在爱情方面他们是多情善感的人，能够充分享受爱情的甜蜜，但也饱尝情感的苦恼。他们调试自己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把自己投身于工作之中，以及他们的艺术天赋和丰富的感情，在演艺界或艺术方面都可以取得很好的成绩哦。但是内凹下巴的人往往不够阴阳，做事过于懦弱的性格，应该加以克服。2. 圆下巴的面相，圆下巴的人面相看起来都是比较有福气，尤其是又圆又宽的那种，是我们常说的有福之相。这类面相的人温柔乐观，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单纯的有点傻，但实际上感情却很细腻。此类型的面相如果是男人的话，那么他们对感情就会比较专一，而且事业也不错，是不错的婚姻对象。如果是女性的话，他们会相信爱情，一般婚恋运也不错，但有时呢，却因为由于天真而被骗，所以这种面相的女人在恋爱时还是要小心点的。3. 双下巴，双下巴的人行为比较趋于迂回，不会有人顶撞，并且事事都比较仔细，没有过多的棱角，一般财运都比较好，生活安逸。有双下巴的人通常性情温顺，重感情，在社会上居于德高望重型。他们对人相当热情，宽宏大量，尤其热衷于招待朋友，对吃喝玩乐方面也无所不通，所以人际关系很好。在爱情方面，男女都比较专情，能够很好的制造情调，是一个好情人，结婚后
也可以称为好的丈夫、好太太。假如有双下巴，再加上其他部位配合得当，则一生财运亨通，生活富裕，越老越荣。有